你知道在二战时期最鸡肋的武器是什么吗？我敢肯定会有人说是钢铁巨兽鼠式坦克，或者是亚弹之王 MK14鱼雷，但其实他们都不是第一，甚至就连鼠式坦克都只能排在倒数。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盘点出了二战时期最垃圾的10种武器，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第10，斯登式冲锋枪。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敦刻尔克里面撤退的士兵，他们身上都是不带枪的，而这是为了能让运输船带走更多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枪械都被丢在了敦刻尔克。不过当时英国的物资非常短缺，又要给几十万人提供武器装备，于是斯登式冲锋枪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把枪的原材料仅仅只是使用了一些钢条，因此也被称为水管工的杰作。但是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这把枪的保险装置十分不靠谱，非常容易造成走火。在当时的二战战场上，有很多盟军就是因为斯登式的走火而受伤，甚至死亡。为此还出现了个冷笑话，如果想要战胜德军，只要给他们每人发一把斯登式。第9，大正11式。因其枪托为便于贴塞瞄准而向右弯曲，所以它也叫歪把子。而看过抗日剧的人应该都非常熟悉这把枪，从电视上看起来还挺帅，但其实这把枪非常的鸡肋。首先它有一个十分奇葩的设计点，那就是它的装弹采用的是漏斗式供弹，可以说是射击一时爽，装弹火葬场，并且在战场上哪有这么多时间给你操作。不过这把机枪最让人诟病的还是它那可怜的射速，理论上有500发每分钟，可在实战中却只有区100发每分钟。再加上这把枪无法更换枪管，因此在连续射击之后就必须停下来冷却枪管。放眼整个二战，可以说随便拿一把轻机枪出来都可以轻易的压制歪把子。第8，少沙轻机枪。这把半自动机枪的设计非常大胆，并且当时有很多国家就是冲着这把枪的设计非常新奇才大量购买，结果到了最后连肠子都会清了，因为少沙轻机枪的一侧是镂空的，而这样设计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士兵能知道弹夹里还剩多少子弹。不过这样的设计带来的问题就是像尘灰之类的东西非常容易进入枪械，从而导致枪械故障，造成卡壳，并且本身机枪就是用来火力压制的。然而在漫天黄沙的战场上，这把轻机枪基本上打2枪就得出个问题，一场仗打下来基本全在维修这把枪，而且就算没出故障，这把枪的射速也只有240发每分钟，纯属是中看不中用了。二战时期最差的10大武器，你都知道是什么吗？第7，鼠式坦克。在二战历史中，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坦克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怀，尤其在坦克的火力和装甲方面更是情有独钟。这点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一切的恐惧都来自火力不足嘛。于是，在二战末期，希特勒注意到了鼠式坦克的设计，这让坦克凶猛的火力和厚重的装甲完全符合了希特勒对坦克的特殊癖好，于是就下令生产。不过还是那句话，看上去很牛逼的武器，往往是最不实用的。鼠式坦克也是如此，它的身长10米，重量高达188吨，这就导致了即使鼠式发动机特别先进，采取的是油电混合的方式，也无法带动它那笨重的身躯，在实战中只能当做固定的炮塔使用。第6，美国 MK14鱼雷。这款鱼雷是美国在二战时期美国潜艇用的一种重型鱼雷，在长达近4年的太平洋战争中，一直都被作为美国海军主力装备使用。同时这款鱼雷还被装上了当时非常先进的近炸引线来增加破坏力。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种鱼雷威力虽然十分强悍，但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在美国参战的最初18个月中，海军潜艇装备的 MK14型鱼雷的哑弹率高达70%，并且不能爆炸的鱼雷不仅容易暴露潜艇位置，还经常临阵误敌。而 MK14最惊人的战绩是1比14的爆炸率，只有1枚成功爆炸，称其为哑弹之王实至名归。第5，古斯塔夫巨炮。古斯塔夫巨炮可以说是陆军最宏伟的象征，这门口径达800毫米的巨炮凝聚了纳粹德国所有的工业和科技结晶，能在击穿1米厚的防御钢板，曾摧毁了苏军建造在地下30米覆盖有钢筋混凝土的弹药库。不过古斯塔夫虽然威力巨大，但是想要使用它的麻烦却更大，因为这头钢铁怪兽有着将近1500吨的体重，这让它毫无任何机动性可言，并且相对于古斯塔夫巨大的威力，它的身板却是脆弱的可怜，只要被轰炸机发现，几乎难逃被击毁的命运。因而在使用时，德国还会专门让化学部队为其释放烟雾隐蔽。第4，巡洋潜艇须库夫号。这艘潜艇长110米，宽9米，除了装备12具鱼雷发射管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装备了一门双联装203毫米舰炮。是不是觉得很厉害？但其实早在之前，英国就生产了一艘装备一门305毫米重炮的潜艇，不过最后发现了这种潜艇完全不具备实战意义，结果人家法国就是头铁，在1929年制造该潜艇下水，并一直使用至1941年。而在这10多年的服役过程中，须库夫号从未有过任何败绩，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战绩可言。这艘巡洋潜艇除了存在而存在以外毫无意义，并且艇上的双联装203毫米主炮虽有俯仰角，但却无左右
射界，若想瞄准，必须靠船身移动，非常的麻烦。同时，随着鱼雷的发展，在潜艇上装备鱼雷攻击要远比重炮攻击更加致命。盘点二战时期最激烈的直拔武器，今天它来了。第三，92式重机枪，这是日军在一战后期以3年式重机枪和89式高射机枪的基础上设计的一种重机枪，而92式为了能够保证其精确的杀伤，还配备了光学瞄准镜，这点倒是秉承了日军远程高精度杀伤的原则。不过，作为部队火力支柱的重机枪，92重机枪无论是射速还是可靠性都非常的差。同时，92式虽然作为重机枪，但使用的却是风冷散热，这使得它的连续射击能力只有可怜的300发，并且还不能进行枪管的快速更换，只能等其自然冷却，可以说是空有一身重量，但却毫无作战能力。第二，E400型潜艇，这是二战时期最大的潜艇，也是迄今为止常规潜艇里最大的一型。同时，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讲，E400潜艇不但不是最差的，反而可以说是二战时期最好的潜艇。这头水下巨兽的排水量达6560吨，并且以16节的航速可以在海中航行61000公里，单艇作战时间长达4个月，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大和号战列舰。不过武器不是艺术品，在作战时只有战绩才能证明它的价值。而E400虽然作为一种远洋攻击潜艇，但奇葩的小日子却不知为何将战舰搬到了潜艇上，他们似乎并没有搞清楚武器的实质，这就导致了这艘E400潜艇直到被击沉都从未履行过自己的使命。第一，南部14式，在二战时期，德国生产的鲁格手枪非常受到美军的欢迎，而到了太平洋战场，美军却惊喜地发现日军居然也有鲁格手枪，这也让缴获这把枪的美国大兵倍感意外。不过在美军试枪后发现，别说威力了，就说精度，超过20-30米，子弹就已经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根本就不是德国做工精良的鲁格手枪。同时，这把枪的撞针力度也很小，撞针很容易被折断。而南部14式还有一个最垃圾的点，那就是当这把枪的弹夹卸下后，膛内还会留一发子弹，这就导致南部14式非常容易走火，这也被很多人调侃为只能用来自杀的手枪，所以将其排在第一，实至名归。